新赛季唯一一套最稳定、最容易吃分的玩法，就是这套高原计划。尤其是主流的战略超频和七幻灵遭到削弱之后，选择玩原计划的就更多了。原计划这套打法虽然简单，但是需要注意的细节还真不少。阵容应该怎么搭配？原计划装备如何分配？团战有哪些关键的要点？海格斯该如何选择？这期视频将解决大家对原计划阵容的所有疑惑，并且在视频的后半段讲解一场原计划的对局。我们先来讲阵容构筑，红线下方是8级时的阵容构筑，把7个原计划一子放上去，并且挂千珏开出射手和枪手的羁绊。上方的5费卡是在游转或者9级时可以挂的牌，最好挂阿罗拉或者佛耶哥。其次是可库珀，鳄鱼最好在能开出4堡垒的情况下上场。如果扎克很早来，也能养一个扎克作为前排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都需要在8级递出泽利和猪妹的2星之后再上人口，多余的猪妹可以留着给阿罗拉拉出来。后续这套阵容其实还有提升空间，在不影响泽利3件神装的情况下，可以视情况换掉7原计划，利用2星5费的强度转换成原计划拼95的阵容。我们接着来讲原计划阵容的装备分配问题。先讲泽利的装备，泽利刚需一把羊刀，但剩下的2个装备格子就需要有一些搭配了。如果原计划装备里有电容器，则最好给泽利配备第2把羊刀，充分发挥电容器的伤害。如果是脉冲稳定器，就比较随意了。无论是继续带右边的3件装备，包括科技枪，都是可行的。有这2件装备的泽利是最强形态的泽利，但如果原计划装备里有全息弓，泽利的第3件装备一定要带一把无尽，让泽利的分身可以暴击，否则伤害会很低。但又因为无尽和全息弓本身的属性比较差，所以推荐在有全息弓的时候，把全息和无尽的组合一起分配给镜。如果原计划装备里同时存在脉冲和全息弓，这种情况下可以全部给泽利，因为脉冲可以让技能产生暴击，和全息弓搭配起来，这样的泽利输出也是很高的。原计划装备里的高能牙刃也是很不错的，不要给泽利，给镜的输出是很高的。除了泽利之外，镜的装备也不容忽视。镜作为原计划阵容的副 C，2星的镜往往能打出和泽利差不多的伤害。镜最好带一个红 buff 作为重伤，其他的装备里无尽、杀人剑、羊刀等物理装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满足泽利的装备之后，捡破烂就可以了。其次我们来讲猪妹的装备。原计划装备中只有机架和灯笼是可以给猪带的，线圈不推荐给猪带。虽然线圈能和猪产生联动，但是线圈本身的坦度特别低，很容易让猪妹放不出第2个大招来。猪妹的其他装备可以从左边的3件中选择，最好的是带蓝亮的兵甲和头盔，容易让猪妹放出第2个全场控制。由于原计划阵容的大部分伤害都是物理，就算镜有破甲，同样可以做一件薄幕来增加物理输出。原计划的偷偷同样是阵容的核心装备，原计划的偷偷算3件装备，搭配上羁绊效果和偷偷本身的生命值，能够直接加800点血，极大的提高前排的坦度。我们继续讲这套阵容的团战要点，看一下在5-5的这波团，我们如何凭借1星的猪妹战胜对方3战力的大成圣灵95。这波团能赢有3个关键的要点。第一点，猪妹携带了正确的3件装备，所以就算是1星的猪妹也顺利的开出了第2个大招来，将对方全部控住。第二点，佛耶哥站的位置正好给对方的后排挂上了减伤，让对方的输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少。第三点，无论是泽利和镜都有合适的装备，让后排的输出变得非常扎实。我们再来看这场游戏的最后一波团战，这里我们的站位犯了哪些的问题？首先第一点是猪妹没有控住对方的后排，猪妹一定要站在左2或者右2的位置，这样能够很方便的控住对方底角的后排。其次是泽利一定要站在和对方猪妹同侧的位置，因为泽利要么从左往右滑，要么从右往左滑，只要和猪妹站同侧，就一定不会被对方的猪妹给晕到。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原计划阵容的海克斯强化。那么首先赛博便携装和试运行这2个原计划的专属强化都是很强的，只要原计划的3件装备是不错的3件装备，选上了这2个海克斯都是可以去玩原计划的。其次是原计划植入，因为原计划阵容大部分的伤害都是物理来源，所以有原计划植入的泽利和镜伤害会特别高。其次是原计划巨快，因为原计划的羁绊会赠送你3件装备，所以大致来说装备是不会缺的。这个时候拿原计划巨快，并且给义子发一些装备，能够很有效的利用上巨快的特性。
其次比较强的是羁绊追踪者。羁绊追踪者的原理跟上赛季的极客有一些相似，就算是6个没有什么大用的文章，都可以充当装备，让原计划的义子变得很肉。其次是像幸运偷偷这样的海克斯，因为偷偷在原计划的阵容里是一件非常强的装备，所以幸运偷偷理所应当的也成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海克斯。其次比较不错的海克斯是装备类的，装备类的海克斯能够让原计划的棋子每一个都吃上装备，加上原计划本身赠送的坦度，让整体的强度变得很肉。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装备类的海克斯不要拿太多，特别是这个赛季由于黑客机制的存在，会超发很多装备，很容易让装备产生溢出。剩下的海克斯中比较强的有像巨大伙伴这类通用的战力，或者说是像灵魂连接这样的海克斯，能最大化的发挥原计划义子血量多的优势。我们来到久违的实战分享环节，先观察一下场面上的局势。我们有一把优质的羊刀可以合，但其实合了羊刀就意味着我们大概率要走原计划的路了。这里我们前排有2堡垒，勉强还看得过去，但是后排完全没有能够过渡的人选，所以这里我们优先留下能够作为连败保底的耐心学习，把其他的海克斯都给刷掉。其他的海克斯看上去都并不是非常的合适，如果拿金色炊具的话，就是去走直视堡垒的路线了。但是拿金色炊具又没有直接拿一个优质的连败经济更加稳定，所以我们选择拿下了耐心学习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有摇摆选择阵容的机会。底下出现了一张镜，镜是一张非常优质的过渡单卡，可以先拿着泽利的装备打工，之后再把装备还给泽利。这里还是要看一下下一轮嫖卡怎么样，如果能找到2重装的话，我们这里开出2重装2强袭的组合，应该能够作为一个比较正常的过渡。因为我们拿了耐心学习作为经济，所以我们这里就算1胜1负，只要一直不拉人口，就不会显得特别的亏。这里应该是没有留意到手牌上有一只千珏，这里明显2强袭是高于2人造人的。我们打赢回来嫖到了2星的龙女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过渡了。如果嫖到了原计划，还可以上人口开3元，过渡是非常舒服的。其实原计划的第一件装备往往特别重要，因为原计划的第一件装备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你前期的过渡是否舒服。如果出了像全息弓这样的垃圾，前面就算开出了全息弓也没有什么效果。因为我们现在3连胜，所以这里最好的选择其实是拿下锁子甲和星之钢来打连胜。但是这里看见3块钱的腰带实在是太香了，加上第1名也直接朝着腰带而来，本着不能让别人舒服的想法，把这个腰带拿了下来。不过我们这里没有合出装备来，也为2-6打不过别人埋下了伏笔。当前环境下，原计划、魔神和幻灵都是前面比较舒服的过渡方式。其实对于原计划来说，还有一种比较舒服的过渡方式，那就是有牙刃的狗。狗在前期的战斗力被很多人小觑了，其实是非常强的，本身的伤害很高，又有吸血。如果能搭配上1-2件战士装，是很容易打出7到8连胜的。因为这把原计划的装备很一般，有全息弓，所以为了配合全息弓都给泽利装上，我们这里必须要做一把无尽。泽利的脉冲和感电是胜率断档高的，所以尽量不要在有全息弓的情况下玩泽利。我们来到第2个海克斯选择，这里灵魂连接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，但我们这里血量实在太高了，并且我们目前正迫切的想要打连胜，这个时候能发装备的大白宝袋就非常的合适。我们刚好还嫖到了一张厄菲琉斯，厄菲琉斯是伏牛的羁绊，杀死人有几率爆钱，我们可以利用厄菲琉斯偷一波发育。这里不要吝啬这个拆，因为镜总归要把装备拆给泽利的，所以这里就算我们把装备拆给厄菲琉斯，后面可以直接把厄菲琉斯卖掉，省下一个拆。原计划这套阵容里，猪妹的兵甲其实挺刚需的，主要是像猪妹这样的控制型义子，多一点蓝量提早控住别人，往往就能让别人的技能晚放1-2秒，打出非常不错的效果来。
况且猪妹作为原计划的义子，本身血量很高，跟兵甲的护盾能产生很不错的联动。很多时候猪妹都是可以直接携带双兵甲的。原计划这套阵容目前所需要的牌，泽利和猪妹都是当前版本很热门的牌，所以在同行很多的情况下，可以考虑在野怪阶段或者4-1直接开始抢牌。在地牌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，不要老是留一堆和体系无关的4费卡，减慢自己的抽卡速度。这种行为看似提高了抽到4费卡的概率，可实质上拖慢了自己的抽卡节奏。如果让别人抢先递到了牌，那真是连死了的心都有了。这里我们4-1因为是5连胜，所以提早上去大致抽一个质量，大概只要抽到1张泽利或者1张猪就可以停手了。所以这里没有抽的特别快，主要是为了保持住连胜的节奏，并且提前换好装备和阵容，这样下回合就很难过载。这里还是有一点想要留钱吃利息了，没有把猪妹给递出来。这里开不出7元来，刚好被这家卡牌断掉了连胜，还是挺伤的。主要也是全息弓这件装备实在不太给力，打不太动人，而且这个红 buff 好像也忘了给到镜。海克斯这里我们装备已经够多了，所以不要选择便携断路。本来是想拿下1对4的，刚好很适合原计划这个阵容，不过有更好的巨块，就选择了巨块。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其实抽卡很一般，我们经济那么好，却1个2星都没有抽出来，只能用1星的泽利和1星的猪妹打工。不过我们现在大致的质量是很高的，装备也很对，所以就算是1星的泽利和1星的猪，也有很大的把握打赢大部分的人。4-3回来，我们找到了2星的泽利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上人口了，因为我们这把血量够多，优势也足够大，可以选择卖一卖血直接上9。如果要找2星猪的话，可能后面就不太方便上9了。而且我们现在海克斯和节奏都挺对的，基本上能打赢大部分的人，小输1-2波也无所谓。原计划这套阵容是需要前排的坦度拖时间，让泽利叠出足够多的阳刀来发挥出它的效果，所以能够提高坦度的海克斯都是不错的。不过也需要考虑前后排的合理性，避免出现前排过于肉，但是后排没有输出的情况。我们这几波能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给猪妹做出了双兵甲。双兵甲的猪妹就算是1星，也依旧能够稳定的放出2个大招来，这让1星的猪发挥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来。我们来到4-7的龙之秘宝，这里需要注意一下，因为龙之秘宝取代了鸡哥，所以不会给装备锻造器。我们这里既需要考虑海克斯的强度，也需要从散件合成的角度进行考虑。这里的玻璃大炮其实挺一般的，但是刚好能够合出一个偷偷来，所以还是选择下了玻璃大炮。多余的钱还是想继续上9，找出2星的阿罗拉来提高自己的上限。优先给镜做红 buff 就有这样的好处，在阿罗拉来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能给阿罗拉配上红 buff。阿罗拉的技能能很轻松的给对方全队都挂上重伤，造成非常不错的灼烧效果。本来这里是不可能拉9地牌的，但是大家也看到了，场上出现了一家7星迪迦，出现了7星迪迦，基本上就意味着，除非3星4费，否则基本上这个机是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如此着急的直接拉9，想着提高一点是一点。能多赢一波就多赢一波，只要我们目前能够再多赢几波，基本上能稳在第2的名次。选秀这里没什么好拿的，
想给阿罗拉找一件伤害装没找到，只能选择头盔增加一下阿罗拉的伤害。打到这里的时候，全息弓的颓势开始显现。由于并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装备，所以泽利在后期的伤害有些偏低了。可以看到，甚至跟2星镜打出了同样的输出。我们攒了一大波钱，发现对方并没有在卡我们，所以我们尝试递一下，能不能找到3星4费。这里基本上拉弓就没有回头箭了。对方看到我们在追3星4费，肯定会花钱来阻止，所以想递就直接干脆递光，能递几张是几张，剩下的不够再靠卖牌来的钱去找。这里实在递不到也没有办法了，不可能把场上的怪卖掉去递的。如果我们把怪卖掉去找3星泽利，就算我们找到也同样打不过对方。这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，大家对这套阵容有什么疑惑也可以发在评论区里面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